圈最近冒出了许多小帅哥、小鲜肉。那么这一位高颜值、高学历的小帅哥，他又是如何空降到本地演艺圈的？相信许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很想知道吧。全听你说。嗨，等会嗨，来了，好久不见。来，你要坐哪里？我坐这里。你要坐这边吗？你通常是坐这里的吧？没有，随便你看你有没有哪一边脸比较好看？右边比较好。是没？是吧？不是这里吗？右边。我们记错了。孙正 Adam 呢是我们的新晋的小鲜肉、小帅哥，很多人都对你的那一部戏《爱没有距离》成为了姐姐妹妹的杀手，非常的了不起。而且听说你要上节目之前，还被特地经过 Ada 的心理辅导。Ada 就是我们的经理人，他很红了，你不用再讲他了。对，他就是那种，你这个小魔王啊，你的嘴巴一定要给我缝紧一点，很多东西不要说，脸部表情一定要管理好啊。会不会太假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要做真实的自己。这个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孙正，是，平常的你跟私底下的你比较酷一点 ，just be yourself， 就很。我有看这个节目，然后其实我自己是内心有一点害怕上这个节目的。为什么？因为上这节目的艺人，他们都是说出了很多自己内心的事情。我不是那种非常舒服在镜头面前说这样。那就不要讲。我觉得上节目不是去挖个人的隐私，去掏心掏肺。但是如果能够把你的本性可能被误解的，或者可能是错的，我们就把它摊开来说。那我们要让观众更加的对你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是怎么样进入演艺圈的？误打误撞。不是，对，这真的华文能力好啊！人家说哇，演戏很自然啊，在新一代是真的很少哎。我拍的第一部戏叫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心上里》，可能很多很多观众都不熟悉。原来这个人在《爱没有距离》之前，或者在《爱本》之前，他已经有上过电视了。但因为可能角色比较小，都没有受到太多人的认识。我拍的那场戏，那部戏之后才接到《爱本》这个机会，然后之后才加入新传媒的。可是在这之前，你原本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是怎么样被发掘去到第一部戏？之前我是在科技领域做一个叫做 Product Consultant， 所以讲起来有点轻，但是慢慢我会让观众知道你多轻了 ，OK 来。但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手机里面有软件，这个软件必须要有一个策划人去说这个软件要放什么进去，然后要怎么要放什么样的 feature， 有什么样的功能。所以我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的。OK， 我在美国上的大学嘛，我就回来新加坡就是为了做这份工作。高薪吗？高薪。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大概那个薪水？反正已经离开了嘛。就6开头啊，因为我那是第一份工作，然后第一份工作6000。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更高了一些。大概。那时候应该加了，因为我只做了1年，应该加了1000多吧。所以你在一个6、7千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领域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交叉路口？我一直对艺术很有兴趣嘛，之前是民乐的，就做音乐。然后我到了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尝试舞台剧。我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其实就是业余爱好，你知道吗？我是想maybe I do some community theater 这种东西，就演个舞台剧。然后就刚好遇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老板，他就说，我现在在拍一部《谢谢你出现在我的心上里》，你有没有兴趣尝试电视剧？然后我就尝试了。尝试了之后，就是像一个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窗。你为什么会他这样子一叫你一转，你就马上点头？而且你不是尝试嘛？尝试。所以演员在你心里早就有一颗小小的小心愿。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这个人，我其实，在有人如果说我有一个新的体验，你有没有兴趣要尝试一下？我其实不会想太多，我会直接说 yes。但是那个尝试，你得到甜果吗？你的眼睛不要翻嘞，他会骂你。OK， 来定睛看我。我跟你说艰辛的历史，我拍的第一部戏，我真的就没有感受到任何拍戏的乐趣。它就是一个泼冷水，就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在我那时候演完第一部戏，我不是那种哇，我特别热爱演戏，我特别想尝试新的角色，而是
我就不相信我演不好，我就不相信这东西我搞不懂。你是在片场怎么样？就是导演太刁你的戏，又或者是啊你过场就好啊，过场。如果是第一就是前者，就他愿意刁我的戏，我还 OK。我还记得就有一场戏，他刁到一半，然后他就放弃了。这个我觉得很普通啊。然后我还有碰过，他会跟你讲说，哎呦，谢谢你这么努力的付出，让我知道原来天赋很重要。揪心。你是不是用舞台剧的方法在演啊？有可能，就那时候肯定要是舞台剧跟戏剧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对吗？你自己也找不到原因，你有没有去看 playback， 还是自己的格格不入？你自己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事后就肯定就好像我现在如果看那部戏，我会觉得哇，演的实在是太烂了。就导演这么想，是对的。啊，这样讲就对了。转回来了 ，very good， 你开窍了，这个就是访谈节目。这个 OK。我觉得我这个人一向来都是就事论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可是后来你2019年，也就是去年，对，就正式加入了我们的电视台的这个大家庭。你是怎么样又跨越到这个电视台？演完这部戏之后，我不是不想放弃吗？我还是想，再找个戏给我演，让我证明给自己看，我没有那么差。那时候就遇到所谓就伯乐贵人，就是陆江大哥，对吧？陆江要上神台，这边要不要 key 一个伯乐嘞？哇，他会发掘人了，就是那个爱本就是那个爱本，虽然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就6天的拍摄时间，但是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其实拍戏是好玩的。整个剧组一起齐心协力完成一个作品，那是多么有成就感的。Brian怎么找到你？你们怎么样去？那时候我进来新传媒做一个 casting，然后就留了一个 casting tape。那时候他的 intern 小女生，Brian 那时候是找男1号嘛，女生就给他看那个 clip， 他就叫我进来，没有 audition 就直接让我做男1号。爱本的整个角色你是演什么？演一个很嫩、很羞涩的一个很青涩的一个男生。重点是没有台词。Brian 看到你的内涵，Brian 看到你不需要讲话，你只要摆在那边就有戏。你自己认为你有没有当艺人的本钱？讲真的，我进入这行之前，我真心觉得没有。演员、艺人是一个我非常敬佩、我非常尊重的一个职业。我不觉得我自己能够到那个 level， 因为我不是那么放得开。我还是很多拘束的。对。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red flag。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去学舞台剧吗？它不是一个兴趣爱好，它是为了一个想有点那种破茧而出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是那种真的很不喜欢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in my own body。我还记得我在上大3的时候，我上一个课，大学的那个舞蹈老师，他就很生气，他就说 ，This is so simple. Like why can't you understand it? Like why do you need me to break down every single move for you? 然后我就跟他讲，对不起啊，老师，我天生就是有一点就 psychomotor skills 不是很好，有点不协调。那你去做复健啦，干嘛 join club？ 你不可以拿人家的 club 当做你的复健场所吗？那时候是一堂课，有学分的那种课。呀，你拿来当……他就觉得我拖累其他的学生，就整个班的进度要因为我要越来越慢。就我们来比看看都可以来，怎么样？就是来了，活一点啦！你会不会跳最基本的恰恰？我就是那种每次看别人就立刻示范啊，我的心里面就那种short circuit 这样。因为你是天才，你要碰到我们这种白痴 short 的，少一根神经啊！白痴跟天才现在撞在一起。我也不会跳，但是如果说我们如果有一种那种感觉，有一点新年歌，我们不是新年歌，然后它会有那种跳来跳去，然后这样你。我是看到你的脚怎么动，我的脚会怎么动，然后你就发现我之后就同手同脚。然后恰。不行了，我要炸了。我知道了，就是你真的在很克服你自己，也就是说你很了解自己的优缺点，所以当你知道那个是你缺点的时候，你不会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你很懂得避短扬长。是。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就讲了，为什么 Eden 他是除了说小鲜肉啊，大家很认同以外，
他是我觉得啦哈，我认识的演艺圈里头数一数二的高材生。他从小就是天才班 ，OK， 他读的大学是名校，功课一直都是很好。他要什么他学什么，他学什么他像什么，这点不是很好吗？要敢让你天才班呢，有没有去考 IQ 测验？你知道 Mensa 这个东西吗？门萨俱乐部是世界上的那个IQ 很好的，我知道这个，因为那个什么，以前有一个台湾中国一个综艺节目，有些那个是他们那个组织里面的人啊，你是里面的就是小时候考进过。IQ 多少啊？130至少啊，这是那边的门槛。我们这边全部加起来大概100。我想越说我越害羞，这种东西是要炫，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炫。但是我们不该炫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有错，我会帮给大家。你觉得你是天生的哦，还是苦读出来的？我如果说天生的话，会不会被骂？不会，我都说我是天生主持人了。我应该多向你学习。我觉得读诗是一种窍门。讲真的，我不是那种我小时候，尤其小时候，我不怎么喜欢读书。我是到了出去学院，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才真正了解学习的乐趣。而且我还要更大声的炫耀讲，你们家一门武将，5个兄弟，你排行老二，上有1个哥哥，下有3个弟弟，是，都是在课业上来讲都是属于不错的。我觉得我弟弟都比我聪明啊。所以我觉得老天爷特别眷顾你家，你妈生了5个，没有忘记生女的，但是把头脑全部都给你们了，生不出女的。然后但是把最好的头脑全部都给你们了，然后你读书了之后，所有的学业都是非常顶级的，就挺一帆风顺的吧。那你就是天才啊！你又在读书的时候又还是一个电视儿童，听说你对新传媒的戏啊、戏剧，你还韩剧啊，是每一集都在追，每个演员都很熟。对。我是那个七公主的年代，所以是那种哇，随手七公主是谁，我可以立刻跟你讲。你也没有料想得到，结果你会跟你的偶像一起拍戏。对啊，爱没有距离，我跟芷炫拍戏，就是那种女神驾到，从天而降，哇！然后就是那种我们拍戏前面2、3天就吻戏了。就是万也没有想到，就是3生修来的福气，突然间可以跟这种女生在那边接吻，感觉就我拍的时候那种青涩的感觉，不是因为我的角色特别青涩，是真的因为我很害羞，我很紧张，就跟一个女生跟我的就不能说小时候看，因为她是七公主嘛，是啦。然后还是有那种哇，我今天在干嘛？为什么？就你就觉得。我做这个决定是对的 ，OK， 我还是这行还是对的。你在学校还学过什么？就是在你童年的那个阶段里头，一个天才，父母没有给你什么压力哦，你就自己一直学，你还学过了什么？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孩子，因为长大的时候，真的是有点锦衣玉食，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那时候连补习都是我自己找的，我妈只是管付钱。所以我想做什么样的课外活动，他都是愿意付的。我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就热爱民乐嘛，那我想我学了一个二胡，那倒不如我再学一个小提琴。那我妈就说你要学啊，给你学咯。她就从来不会跟我们说这个东西你学了有什么用，直接是你想学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学东西，不要去做一些坏蛋的东西？你知道新加坡的 club 我连一间都没有去过吗？就是一直很积极的在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管道上。学习，寻找乐趣。刚刚 Adam 讲到这么轻松，他在学这些的当儿，他不是在一间普通学校，他是在世界20大名校之一。什么学校？就是杜克大学。杜克大学，美国的杜克大学。这个学校不容易读哎，就是当初你来博士毕业之后，你有申请的几个学校，国大你也考进了，是几个你都考进了对吧？对，然后就去考英国、考美国了。你抢了轻松了，英国、美国你都有考到，都被录取，都被我想进的学校录取了。英国跟美国之间，我肯定是想去美国，然后美国我只报了这间学校。所以你在读杜克大学的时候，你都是一个精英分子，你去到那边的整个花费或者是都是父母给的，所以那个学费会不会很贵啊？那边读了3年半吧，花的钱40万。我在这边告这个是天下父母心，我们做父母，我们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我在这边把 Adam 的一些资料，我给你们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要看一下这个
世界20大的名牌大学。那个蓝色的，你可以拿那个蓝色的。是的，这个是他的毕业证书。对，就2018年。2018年从杜克大学毕业，拿到这一份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很感激你的父母。只是说到这个东西，我还是心里挺内疚的。肯定啊。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家境是挺好的，父母是做生意的嘛，但尤其是近几年生意特别不好。是，经济有压力。经济有压力的。负担在你身上吗？有一定的在我身上。你在一个就家庭经济状况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你还选择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你的自私，是我自己的自私。你如果自私的话，那你肯定要付出代价。你必须要做到一点，就是你不要后悔。所以你着急了。我必须要管得很紧，我必须要管得很严，因为要对得起自己的责任，要对得起父母，要对得起家人。这1年来，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说有让在偷懒或者是选择这行是可能比较轻松或者什么是或爱慕虚荣，这不是，我已经尽力，我尽我所能去做好这份行业。就好像我音乐作品都是我自己出钱做的，自己花时间去做的，可能很多别人看哇，你拍很多时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去做的。所以我想自己做到一点，就是我已经尽我所能，把所有的东西做好，我付出我所有180%的能力了。如果还是做不好，我至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可以说我已经尽力了。如果没有回报的话，我不会说会后悔啊。你父母一定当初不是很赞成。所以我父母伟大之处就是，他们不会说不赞成，只是说他们还是说Aiden 你想做的话，我们让你去做。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 Aiden 着急，所以有时候你会急着去表态你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书，家人对他的也许没有给你压力，但是这个证书对你来讲太沉重，就我玩不起。别人可能觉得哇，你还有后路什么什么，但就是因为我有这么多选择，我还是选择这个行业，所以才会对我自己就是产生这么多压力，然后我不会允许自己失败啊。这些都是你自己在跟自己赛跑，你自己在跟自己赛跑。所以为什么可能现在拍戏归拍戏，我还是要坚持，然后每天就是这种只要找到一个空隙的时间，有2-3个钟头，立刻塞一个会议，你至少要付出这样的努力，才有东西等着你啊。你的做法是让我觉得另类，然后我觉得它不一定是错，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怎么样去抓到自己的角度跟这些东西，你到底去做了什么？就我觉得很多人会对我有一个误解，这个误解就是Aiden 是从模特转来做演员，因为你有这个身高嘛。但其实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我这一生其实没有当过模特啊。但是因为你长得像嘛，你身高像，你感觉像，所以你出来的感觉就觉得你一定是有玩过一点点这个行业，你都没有。对，然后就算现在好像你手上拿了一些我之前的一些照片啊。对。你知道为什么我只能够拿这些？为什么？那些 class photo 拿来吗？因为我这 reference 的那时候是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到大不喜欢拍照。对，因为我一直找不到孙正，然后要么就是躲在最边边角落的孙正。对。等下我们来猜谁是孙正，等一下我来猜看看。以耳朵来看的话是这一个。跟你们讲一个趣事，怡凤姐第一次跟我讲话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她讲陆江大哥问她这个男生怎么样，然后她就回，其实样样都 OK， 只是有点单薄。有看到他的单薄耳朵，有伤害到你吗？没有，那个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就 insecurity。真的也是一个自卑会一点小自卑。因为真的是有小时候很多人会取笑我。I'm so sorry。然后我拍了第一部戏之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你如果真心想做这行，你想拍戏 ，you must at least be comfortable， 在镜头面前你要舒服，这个东西你知道怎么去突破？我每个礼拜每逢周六周日，我就会上 IG
去 message 那些 photographers， 然后问你们要不要做 test shoot， 就我不收钱，他们也不收钱，然后我每个礼拜去拍，每个礼拜去拍。然后你在那边学到的是学到了自己的角度，学到怎么摆 pose， 装扮这些，学到怎么在镜头面前有自信，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而且让我对你最敬佩的地方就是你还很喜爱中华文化，比如说二胡，你还在积极的推广。是。你做了一些什么呢？我在杜克的时候自己开办了一个叫做 Duke Asian Music Ensemble， 我自己开始了一个社团。然后那个社团就中西合并，所以都有在杜克那里表演。你对二胡的这种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吗？对我来讲，它是我的identity 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没有了民乐这一块，就少了一整块的我。因为我6年的时间，就从13岁到出去学院，这6年的时间，我除了上课，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在民乐团里。那你还是高材生哦，你不用读书啊。所以那段期间真的是哇，很疯狂的这样度过。为什么你会对中华文化这么感兴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我自己也说不明白。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什么武侠小说啊这种东西，然后我现在的话也特别喜欢看中国的剧。我是那种我看一部剧，我看到他们的比如说剧本特别好，我就在那边想，我真的会哇，为什么华语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华文会那么美，那么有深度，然后墨水那么好？我就想，哇，这真的是一个境界。然后我就特别欣赏这样的东西。我是那种如果看到我觉得那个台词特别棒，我就立刻抄下来。其实我也会嘞，你会成功，你会红。然后你今天已经带了二胡来了，我前一阵子又看到你在IG 放了一个真的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地方，谁帮你拍的啊？我自己的摄影师。他自己搞的，你自己搞的？自己付钱。好，都去 like 几个，我去叫几个。真的很棒，然后很有那个感觉。你今天已经带二胡来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一个很摩登的年轻人。我还没有现场看过你拉二胡嘞，没有。来，你可以先研究一下这个乐器。它就2个弦，但是它的那个音准要很准。是，所以它在音准上的控制会比其他的弦乐难一些。所以你的听觉要很好了，因为完全靠你的听觉来知道它的音准在哪里。是，就有一点类似小提琴啊，但是小提琴有一个那个手腕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是。等一下，你光拉二胡已经看到蛮多了，要一点挑战。好。要一点挑战。你有什么东西是？我的东西在哪里？每次 AP 跟我讲，我都不专心听。有一点点。大家，凤姐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这个AP 每次跟我讲话就。等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因为你拉二胡，大家都看到了，也可以是漂亮的 MV， 然后有一些片段，我觉得要一点挑战，就是我希望你能够蒙住眼睛。靠的是 feeling， 就要看你是不是真的练习了很久。OK， 我让你选一个。我尊重您的意见，你帮我选吧。你喜欢黄色呢，还是喜欢这个peach color？ 要不然你戴这个蛮可爱的啦。我们试穿一下。你觉得怎么样？不要啦！你毕竟还是偶像，拉个二胡展现个才华，怎么可能把你变丑头发用一下？我其实挺喜欢这个，但是拍出来你会有点傻。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虽然他们也没有什么看着弦，不像钢琴每一个 keyboard 都看着，但是蒙住了就完全没有安全感。懂音乐的人你们可能都知道的。我现在比我走进来的时候还更紧张。原本呢，今天是准备了一首曲目，叫做《查尔达斯》，因为想展现不一样的二胡嘛，就想拉一个比较西方的乐曲。好，但是这首歌二胡现在对的地方吗？是对的一个地方，但这首歌很快，所以我真的有点担心。好，来。
哇，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不玩则已，一玩则一鸣惊人，就是要这种震撼力，哇，就是要这种震撼力，真的是，我好担心啊！我打从心里给你一个真的非常敬畏的掌声。因为今天刚好选了一首不适合这种，因为你知道中间有一个泛音的部分，一定要是完全标准的音准，那个声音才会出来。就比如说我这样，或者这样，它这声音就出不来了。所以你刚刚有一个地方出不大来是吧？是，因为我完全看不到，然后我就很担心那个音准会出错。看得出来，因为你的舌头都已经伸出来。你的舌头告诉我你很担心。哇 ，OK， 我真的是看到你的付出，你每一样其实都真的都做到很对位，这一点是我自己本身很佩服你的。在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我先把网友的对你的一些问题给问出来。你最欣赏哪位艺人，并以他为学习榜样？国际的话是王嘉尔，那是属于音乐。他以一个全方位的艺人来讲啊，如果是本地的话，王璐江。然后再来就是，你和轩婷是男女朋友吗？有约会吗？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啊，是圈内的好朋友。圈内的好朋友，我觉得我圈内的话，最好朋友是算是轩婷。就交朋友也是看缘分的，所以我也是特别珍惜仅有的那少数的朋友，因为对我而言，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投缘的，也是非常就千载难逢啊。所以好像轩婷的话，我是特别珍惜她这个友谊啊，因为你们都谈些什么？谈一些，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很多时候也是真的在谈工作，但是在谈工作之外，也会谈一下私底下在干嘛啊，然后也会一起出去吃饭聊天。我这边可不可以再找到多一点的感性？你刚刚跟我讲过说，你原本是一个小康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一直到最近还要背负着家里的费用。你有没有什么话对你父母说？甚至于你敢在电视上跟他们许下承诺，你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我觉得我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没有家庭来保护我，来支持我，我不可能有这个选择的权利来从事这行业。我会尽我所能，付出所有的努力，希望在这接下来的1-2年，接下来几年，可以做出一些成绩。然后，不是说让你们有多骄傲，而是希望你们不会太担心我吧。这是我给自己的，是一种压力，但也是一种推动力。是，对，就是要这样的 Adam。我也很感谢 Adam， 让观众来重新了解，甚至于不了解你的人，从这边知道谁是孙正，谁是 Adam。OK， 所以制作组呢这边特地送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的。因为你很喜欢拍摄吗？对吗？对，很喜欢自拍吗？然后喜欢在社交媒体广泛的经营自己的才艺吗？这盏灯也希望你的演艺事业能够光芒四射。真心感谢，我会好好珍惜这个礼物的，然后也会希望在之后不久的之后吧，有更多好的作品，会推出更好的音乐。Yes， 加油，真开心。这版本的孙正不是说观众会特别喜欢，也不是Adam要的。对，但是我们要Adam这5个小时的考试令废了。我们要勇敢做自己，活着才不会那么累。Yes， 加油，才会开心一点。OK，Thank you。